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从资源咖走到一线顶流，诚意的逆袭，我一点也不眼红。朱棣少年时的同伴们有雨丝凤、齐燕、应渊君、周易安、李莲花和傅云深。诚意从2020年到2023年这段时间里，从配角脱颖而出，成为一名主演。他接连不断地参与拍摄地上影片，这种高产的速度令观众不禁担心他的作品质量是否能够与之相匹配。直到完成观看后，才意识到先前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甚至还有网友对此发表了如下评价：这个演员的表演真是太逼真了。他不知道自己过去还曾被指责不适合从事演艺工作。为了打破这个诅咒，他付出了10年的时间。一则卓伟的爆料将经常出演古装仙侠剧的演员诚意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文章没有揭露该男艺人的姓名，但是描述了一个平凡相貌、道德底线较低的男演员。他为了迎合有钱女人而屈身下跪。诚意身上的一系列形容词吸引了吃瓜网友的关注，甚至有人晒出了所谓的证据。你似乎暗示着七夕节即将到来，这让我产生了一些思考。你那次出现在我眼前时，我注意到你的身材似乎变得纤瘦了许多。有一位网友注意到，在这2段视频中，女主角都是同一个人，名叫程程。然而，有些网友认为，男主角的声音与诚意的声音非常相似。有人在仔细比较后会发现，诚意的粉丝中，那些曾被他拥抱过的忠实粉丝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程程。在粉丝群里，诚意多次提及过这个名字，外人难以得知，真相难以辨别。有些人可能会捏造证据，以达到抹黑诚意的目的，因为这种类似的谣言确实并不少见。他在早年因为一直有戏可拍，被网友赋予了欢瑞太子和资源咖的称号。因为与杨紫相识的时间较早，搭戏的机会也较多，导致部分网友错误地将我们误认为是正在热恋的情侣。在云歌会上，因为跟戏里的女主角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没有给 CP 粉丝带来甜蜜的瞬间，导致被指责为不尽职，并引发了全网的谴责。在深夜时分外出，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某些人的关注目标。尽管最终并未成功拍到不利证据，却倒是目睹了诚意连续1晚上的垂钓。网友们纷纷猜测，是否因为与年轻了10岁的吴诗乐频繁共同外出，他们之间可能有一段恋爱关系。经纪公司已亲自出面澄清，这完全是虚假的消息。在观望时，我们应保持冷静，不轻易相信谣言，更不能传播谣言，应安抚心情，静待事态的发展。尽管这些意外给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诚意带来了困扰，但事故中的塞公失马也许是个机缘。无论别人如何评论，诚意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之中。他与导演刘国南为了深入理解角色齐燕，彻夜讨论，撰写了大量有关该角色的短论文。诚意为了在挨打的戏份中表演得更加真实，要求对手戏的演员给他真的打击。正是这一点让少年朱棣的惨叫声显得无比真实。为了适应电影中的角色，他专心致志地与一位专业教师学习训犬技巧和知识，闭关了整整3个月。他在戏中展现出智慧与冷静，文雅与温和，淡然对待名利，还表现出慈悲与大爱。外场你已经抵达了吗？当你打开搜索引擎并输入诚意的名字时，你会惊讶地发现，除了铁粉角色剪辑外，还有许多他曾经干过的愚蠢行为。这位拥有2500万粉丝的演员，居然开了个直播间，可进入房间的观众数量远不及某些小网红。有0人观看，他才最终发觉到，
原来直播间被设置成了只有他自己能看到。将捡来的苹果13手机壳套在苹果8手机上，大错特错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公司塑造出来的形象，那眼神的纯真只是假装而已。程毅为了宣传新剧，登上了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在他出场的时候，创下了自开播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这些人到底是因为程毅的颜值才想参观吗？我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天真可爱而来的。程毅的加入使这本来平淡无奇的环节变得有趣起来。他一只手拿着莲花指对着对手，另一只手拿着话筒冷静地下达指令。莲花并非仅作为一个话筒，用来发表言论时忘记使用合适的工具，或是话筒到了嘴边时却忘记了要说什么。何老师站了出来，看着周围茫然的眼神和笑声，无法坐视不管，义正辞严地给他解围。已经明确告知了不要同时给他拿2个物品。自家的粉丝们纷纷开玩笑说，自家哥哥没有任何坏话，只有令人发笑的事情。这句轻松的话反而澄清了外界关于他刻意装傻、引人注目的谣言。有些人因为在戏剧里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有着巨大差别而失去了粉丝的支持，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不可笑，而是一种纯净而简朴的魅力。他的聪明之处令人难以预料。给自己充电的话，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琐碎琐事上。风光背后的辛酸。他年轻的时候，按照大多数人的模式，同时耕耘学业和娱乐，从未思考过自己的前程。直到他从电视剧中了解到演员这个行业，他的人生开始有了方向。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在一个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小县城里，要达到进入名校的录取标准，可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在众人不看好的注视下，竟然成功迈出了一步。他身上带着科班背景的荣耀，就好像已经初步踏入了演艺圈。刚开始的他正处于新手的保护期，很快就成功接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在短暂的喜悦之后，我们不得不漫长的等待时间的遥远。有时候也会遇到圈子中的默契行为准则。最终，尽管经过面试并成功签署合同，仍然被一个与关系户有关的外来者所替代。在得知被替换的消息后，他选择独自关在房间里，连续几天思考自己当初是否坚持正确。庆幸的是，他坚持了下来。他愿意尝试扮演任何合适的角色，不论戏份多少。如果没有人来找他，他就会主动提出自荐。他一直在配角里默默积累，不断的努力挣扎，终于有了一次能够站在观众面前的机会。程毅饰演林惊羽，在2016年的那部《青云志》中，首次尝到了名气所带来的好处。在金鹰艺术节上，我进行了剑舞和独唱歌曲的演出，并且还受到了备受欢迎的综艺节目《1年级》的邀请。自此时起，人们开始意识到程毅出道后的艰辛，并且他在这一过程中遭受了不少不公平待遇。在开机仪式上，除了程毅之外，其他主演手中都紧握着一把刀子，准备参与接下来的切蛋糕环节。他脸上的笑，如果没有赵丽颖主动把刀子分给他一半的话，可能会难以维持。出现了多次的是同样的事情。程毅在长安诺开机当天，看到其他演员纷纷收到各种大小的红包，却没有收到一份。他举起手在人群中试图引起注意，但依然被无视。有时，导演和制片人会因为他的外貌而打压他，声称他不适合从事演员这个职业，并劝告他永远不要考虑从事演艺工作。他的演艺之路似乎与他的作品无关，亦不具备较高的知名度。正如外界所述，他不相信这个谬论，坚决要在社会上取得一定的地位，以证明那些轻视他的人是错误的。这条路走了10年，真是没想到。直到2020年，
程毅才有幸被人看到，这也是因为琉璃的热播，他才顺利实现了10年来的追梦。由于频繁的吐血事件，他被粉丝戏称为吐血圈的统治者，以及破碎感男神。愁没有戏拍吗？既然你已经拥有了热度和名气，应该不再担心找不到戏拍的问题了吧？是否定的是答案。程毅虽然稳稳地坐在一线明星位置上，但他从未因此而骄傲自满。相反，他始终以一种不抱怨的心态，勤奋工作，并对每个人都表现出谦逊的态度，无论是同行艺人还是剧组工作人员。网友与他合作后发出感慨，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尽管天气寒冷，却对站在棚外工作的人员表示邀请，让他们到演员棚里休息。虽然这样的举动稍有迟到之感，但见到他们的操守仍不免让人心生感慨。程毅的专业和敬业，只有亲身接触过才能真正感受到。曾经在没有收到红包时感受到了失落，现在红包来了，才更加渴望关心他人的情绪。他在电影《沉香如屑》杀青后收到了很多红包，但是他没有自私地把这些红包留给自己，而是立刻转身将它们送给身边的小演员们。程毅在经历了不公平的待遇后，更加明白了圈子里的规则，因此他决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剧本和角色。他在拍戏之余选择了发呆，在戏中扮演的角色情绪剧烈波动，导致出戏后需要一段时间去恢复平静。这并不是疲倦，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他终究是一名艺人，想要走红吗？渴望突破困境。只有深刻理解自己的作品和角色，才能展现出真正的实力。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取得成功。关于综艺节目呢？他坦白承认自己并非娱乐大众的类型，对那些规则也感到困惑。与其纠结于理解这些规则，他宁愿花些时间多看几个剧本。终于，如今年过33的程毅实现了自己的目标。2023年底至2024年期间，有5部待播剧集，其中包括《狐妖小红娘英雄志》和《迷局破之深前》。那部名为《爱在风起云涌时》的电影更是备受滞留，搁置了整整7年之久。之前拍摄的剧集，若非近年程毅的事业蒸蒸日上，或许还没有确定播出的时机。他经历了从一无所知到备受赞誉的转变，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最终获得了广泛的认可。